欢迎收看第967北京不静音。我们经常说中国现在经济下行啊，大家日子不好过，那么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哎，我日子挺好过的呀，每个月养老金很充足，生活很滋润。然后中国的物价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低位。”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呢？是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啊，面对经济寒冬，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有的人穿着羽绒服，穿着貂啊，他不觉得冷；那有的人就很冷。我们知道重灾区就在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真实的失业率已经接近40%，尤其是应届毕业生。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是给这些人做的啊，我们好好分析一下，找一个角度啊，我们不能说那么全面。今天有一个专注在一个角度，就是这个 AI 时代，AI 有没有抢这些年轻人的工作，是怎么抢的？以及在这样的时代啊，最后我会给这些年轻人一些建议，你应该怎么去发展自己啊，提升自己。好，我今天呢会用一些数据和一些图表啊，这个数据当然不来自中国，我们拿不到中国的真实的数据啊，来自美国的一个数据库的数据。有没有可参考性呢？我觉得很有，因为这个数据啊，调查了美国28.5万家的这些招聘公司的信息，涉及6000多万的打工人的简历，以及呢1.5亿次的这种招聘记录啊，这个涵盖就非常的广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总共就3.4亿人啊，你刨去老人呀、儿童啊，真正在职场中的大概就是这些数据了。好，我们先看第一张表。这张表啊，我们看啊，灰色的这条线条呢是全部的这个就业者啊，然后红色的这个线条是初级岗位啊，其实就是那些年轻人啊刚刚进入职场所去这个就职的这些岗位啊。那么蓝色的是高级岗位啊，那么有些人工作很多年之后就晋升了嘛啊。好，我们看在差不多22年之前，这个曲线啊，这3条线相距并不远啊，都是一个往上增长的趋势啊。那么转折点差不多就是从2022年往后，我们看到啊，这个红色的曲线就在掉头在往下掉，对吧？一直到25年。那么蓝色的曲线呢，还是在往上升。那当然了，由于红色的曲线在往下掉呢，所以影响了整体的这个灰色曲线也在往下掉。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从差不多2022、23年最近的这2、3年呢，初级的岗位需求量在急剧的下降，啊，人们在失业，就在这些初级岗位，但是高级岗位影响并不大。那么我们想想2022年年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 ChatGPT 发布啊，从那个时候进入了一个 AI 的时代啊，现在有很多的很强的 AI 的工具和公司。那么也就是说，由于 AI 的一个迸发，导致很多人的工作岗位被 AI 抢走了。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相关性，就是这两个，呃，但它不是因果性，对吧？它只是同时出现，让我们产生这样的联想。那么实际上构不构成这样的因果性，我们还要再详细的分析。好，我们来看第二张表。这张表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首先看横轴啊，也是2022年12月之后，就是从 ChatGPT 发布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曲线一下就升上去了。那么纵轴是什么呢？是这些招聘公司啊，它招聘的和 AI 相关的这个职位岗位，就是我这个岗位描述啊，需要一些 AI 的能力啊，或者需要一些跟 AI 相关的知识啊。好，这些招聘岗位在急剧的增加啊，这个可以对刚才那个论点进行一些补充，也就是说，整个就业环境在 AI 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好，我们再来看第三张表。这张表啊，也是对这个低级岗位和高级岗位进行了一个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有一条虚线，这个纵线就是在2023年的 Q1啊，这个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红色的这个初级岗位就往下掉。那么为什么？
这个初级岗位的需求量就开始变少。这我们都知道，因为 AI 非常擅长做很多的这种简单化的工作。就目前的 AI 以后的 AI 还会进化。那目前的 AI 就是非常适合做这些工作，所以这些工作会大量的被 AI 所取代。那当然了，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不一样的。我们来再看第4张表。第4张表就列了不同的行业这个高级岗位和低级岗位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我们红圈圈出来的这个就是一个重灾区，这是什么呢？这是批发零售业。那在美国是这样批发零售业，那当然在中国更是这样，中国是世界工厂嘛，那你很多的这个大量的从业人员都是在这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的低级岗位为什么那么容易被 AI 取代？因为我们知道有大量的，比如说文员初级设计人员，这些客服、导购这些工种都是极其容易被 AI 所取代的。所以这是一个重灾区。那么当然了，在中国呢，就是重中之重了，就有更多相关的这样的年轻人失业，以及呢，就是我们知道失业呢是你原本有工作然后你就被比如裁员了但是呢，在中国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是大量的一个刚毕业就失业，就是你根本就连工作都没有找到。其实这个现象在美国也有它是什么情况？就是说我这个公司我并没有的公司它并没有裁员，因为裁员你的成本会很高嘛，你要去赔偿你要去怎么样？他用一种什么方式来去抵消这种就业成本的增长呢？以及这个 AI 这个时代带来的红利呢？这些公司呢就不再招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说我原本的人员不动，有些人呢慢慢有的人就退休了嘛，然后这些初级岗位的人就晋升到这个蓝色的高级岗位。但是呢，我这个初级岗位的需求在萎缩，因为都交给 AI 去做了，所以我每一年每一个季度我都，比如原来是应该招聘多少个人进来，是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流动的嘛。但是现在我不再招聘新的人了。所以这个寒流就会让这些应届毕业生首先感到，他们不好找工作了因为不招聘了。好，我们再来看看第5张图表这个讲的就是一个你是从什么学校毕业的这个里它分成了5个等级。我们看这个横轴1、2、3、4、5。1呢代表的是顶级学府哈佛呀什么这种顶级学府那么5呢就代表的是在美国这个数据里是说最差的这个大学或者大专的毕业生那中间2、3、4就是中间的部分。那么当然了，这个图表如果放到中国来理解的，那5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大量的可能比如说都不是本科生了，就是一些技校的或者什么职业高中的可能都有。我们看到受 AI 影响我们先回到这张图这是美国的数据受 AI 影响最大的是中间的2、3、4失业率掉得非常低。那么真正的这个顶级学府毕业的高端人才他还是不愁的，还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稀缺的品质，我们一会儿来讲，和一些更高级的能力是目前 AI 取代不了的。所以1这个部分受影响不大。好，5这个部分在美国跟中国是不一样，5这个部分在美国受影响也不大。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薪资要求不高，所以他们从事的一些比如一些体力活动一些体力劳动一些基础的一些工作大量需要人工去做的，那么他们目前还没有大量被 AI 所取代，因为他们本身的这个薪资要求就不高，所以你的用工这个成本也没有上升很厉害你用 AI 去取代也是有成本的嘛。所以相对的2、3、4中间的这些大学的毕业的人就受影响很大。这是美国的数据那好，我们先来想想中国。中国的这个5这个部分跟美国应该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这图表上显示不出来，但是因为中国的这一部分的就业人口非常的多，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说非常的卷中国的这个互相的去比嘛比烂比我要的钱更低，比我这成本更低，所以有大量的人在待业，所以这部分不愁，就导致
在5这个部分的竞争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很多的企业，因为中国的国家税收啊，跟其他国家也不一样，多讲两句，它会把很多的就几乎大部分的成本全都挤压给企业。然后就比如由这个企业去交各种各样的税啊，税负很重啊，然后就要去承担很多的本来应该由政府设计的制度去提供给底层民众的一种福利，现在全都转嫁给这些民企啊，所以企业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压榨这个群体的一个收入和他们的一个福利。当然了，如果能用这个便宜的 AI 去取代的话，他们不会犹豫的啊，这些企业主。所以在中国，这个这个部分是重灾区。当我们现在关注说中国经济下行，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很多应届毕业生毕业就失业啊，在家躺平啃老，所有的这个最大的重灾区就在这个地方啊。当然了，2、3、4这部分也不容忽视啊。好啊，今天就是想用这些数据和图表啊，给大家分析。实际上，在这个时代 ，AI 这个时代啊，不只是中国的年轻人啊，非常的难熬啊，说世界都是有这个问题。当然中国是重灾区啊，有它这个人口结构的问题，也有呢，就是这个整个政府对于福利制度建设的不够啊。当然还有就是中国自己的一个野心啊，大力的发展这个 AI 这个产业。那么由国家扶持的 AI 产业的一个迸发，其实这个东西反过来也会吞噬中国自己原本的经济结构和这个就业的环境啊。这我们知道，中国前些年大力的发展电商，实际上也是挤压了实体经济的一个发展啊，这都是有影响的。这些东西啊，当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吧，是中国政府的责任。就你一个政府，你怎么去衡量你整个国家的一个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你要去有一个宏观的设想，你要去有一个计划在里面。那这个计划的制定，你不能是由最上面的一个领导拍脑门决定的。今天干这个，今天晚上就干那个去了，对吧？不可以这样。你必须要有很专业的这个团队，很专业的专家去研究整个这些社会的情况，才能够去制定。然后，并且这些政策你要大量的去跟民间啊去探讨啊，去衡量啊，包括如果错了之后，你要赶紧去纠偏啊，这些事情都要做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一个集权的政府啊，这方面的这个做法会非常的简单粗暴，非常的一刀切，而且在本质的中共啊这个政府，他的脑子、他的逻辑里，他不会去管刚才我说的这什么2、3、4、5啊，中国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不管。很多中国人年轻人不理解这个，他觉得说我是中国人呀，我过得好不好，当然能够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对不对？你国家怎么能够不管我们呢？不是。在中共的眼里，他会怎么想这个问题？就是我大力的发展 AI 啊，大力的发展这些人工智能的产业，那我不就解决掉我现在这个人口出生率不够啊，等等这些弊病了吗？我慢慢全都用机器人，全都用这些科技来取代你们的这个原本应该你们去工作的这些岗位，他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你的就这些年轻人啊，他的可能成长期20、30，就这10年的光阴，对吧？然后很快就老去了，这一部分的这些代价，你的牺牲，实际上，中共高层他不是很关心，这不是他关心的东西。好啊，本期节目最后呢，去给中国年轻人一些建议啊，一些建议，就是说你在面对这么一个时代的洪流，你怎么办？我们可以看到啊，你过去在学校学的，我们称之为是一种公共知识啊，就是你吸收的就都是一些知识嘛。那有的人善于独立思考，可以从知识层面提炼出一些这种人生的智慧啊，人就是这么成长的。但是面对 AI 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一个人啊，你学到这些知识，你怎么死记硬背啊？无论如何，你都比不过 AI 在公共知识层面的一个水平啊，你比不过他的。人永远在这方面比不过 AI，所以比什么？你现在只能比一个我们叫暗知识，就是现在很多人什么东西遇事不决就问 ChatGPT，对吧？遇事不决问 AI 啊，我也是这样啊。但是他给你的答案都是在公共知识层面的，
它给你的逻辑是那一种逻辑，你不要觉得这就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尤其要跟中国人说，中国人特别喜欢认一个，就是定于一尊啊，一个声音，一个正确答案。其实世界是多彩的，世界是多样的，答案是非常丰富的，对吧？AI 给你的答案也不，它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暗知识。什么叫暗知识啊？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那些顶级学府毕业的一些高级人才，他为什么很难被取代？就是因为他能给出在他那个工作岗位啊，他结合上下文的能力，他去横向的去融会贯通啊，触类旁通，就这些能力是一些普通人比不了的。那么他的这个能力是哪里来的呢？就在于他的成长经历所让他积累的各种各样的，我们讲，比如说你的品味、你的审美啊，你的一些幽默感，你的一些共情的能力，你的同理心，就这些东西是中国的那个教育环境里一直所忽视的。就中国很讲了什么理科生、文科生，对吧？因为刚才这些东西是文科生特别容易培养的啊，他去看个什么文学的小说啊，理科生根本就不看的，这东西能挣钱吗？我还不如看看什么那些成功学的书，对吧？那么好，比如说文科生啊，说去画个画啊，听个音乐会啊，看个什么艺术展呀、这些东西理科生没兴趣。你这个东西跟我什么？我是一个计算机专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其实关系很大，对吧？你可能你是计算机专业的，你又去设计游戏去了，那你的艺术品味，甚至你曾经听过的一段旋律，这些东西都能激发你的灵感。这些东西是 AI 教不了你的。你可以给 AI 一个指令，你说你给我生成一个代码，你给我一个什么的，你给我AI 生成一张图片吧。我们举这个例子，但是这张图片给你了，它究竟好不好？哪些地方可以改进？你可以加入一些什么样的元素？加入一些什么样的艺术流派？你怎么样把这个画放到整个的人类的这个艺术殿堂啊，这个历史中去理解它？这样的能力 AI 是给不了你的。你至少你向他提问，你得想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你才能从 AI 那儿得到一个答案吧。就这样的能力是所谓理科生非常欠缺的，也是中国教育一直所忽视的。这是想做今天这期节目告诉中国的年轻人，你在 AI 这个时代要尤其的培养自己的这种人文素养。尤其培养自己的这种各种广泛的兴趣爱好。这些兴趣爱好可能过去都是由中国的社会、学校，包括你的原生家庭、家长一直在打压你的。比如说，不要看这些什么动漫呀，听这些什么歌曲呀，玩这些游戏呀，然后对这些跟你的未来什么，就是你的这个专业啊，一门技巧跟你就业无关的这些兴趣爱好，你都不要去碰，反了。从今往后，你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投入到你的兴趣里去，这些东西可以扩展你人生的广度啊。我们讲，可能你在你的专业的深度上，你一直在深耕，这是很多中国人做的啊。我就一门精，我就学这一个专业，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专业的深度上，你比不过 AI。但是在这种人生的广度上，你要去，怎么说呢？你也超越不了 AI 这个广度上，对吧？它会比你更丰富，但是你通过这个不同的领域的接触之后，人有人自己的思维方式，人有人自己的领悟方式，跟 AI 还是不一样的。你见多识广啊，或者说你的这个接触很多很美的东西之后啊，你的大脑会发生变化，最终你会有你自己的独特的领悟理解。对于整个这个环境啊，上下文，刚才我们讲的，你在一个工作岗位上，你所能提供的一些见解，是 AI 取代不了你的。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在未来是稀缺的，在未来是，应该是不缺工作机会的。好啊，今天想做这期节目就是分析这些给大家听，感谢收看、订阅、分享。